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江幽雪因为过度淋雨，连着发烧3天，再醒来时，人已经在80年代的小山村里。她环视一周，望着床边的女人和正要被赶走的男人，轻咳一声：“娘，你消消气，我把他赶走。”小雪，他贪图我们江家的产业，可不是1天2天，你别对他手下留情。他望一眼家徒四壁的房子，看不到产业在哪。继母气呼呼地走了。江幽雪望一眼，一脸难色的秦衍成，才慢悠悠的冷声说：“跟我出来。”没有犹豫，他跟着江幽雪走出小院。两人来到一个柳树下，他扫一眼四下无人，才低声开口：“秦衍成，我很高兴，是你救的我，不过我还有重要的事要处理，所以不能留你了。”“看你醒了，我就放心了。小雪，我收你的信，就匆匆赶过来，没想到你继母竟然……”说到一半，秦衍成居然顿住了。江幽雪才刚刚醒来，她不想让他多想，所以还是隐瞒不说了。毕竟时间能证明一切，自己发现的事实远比别人告诉的更真实。秦衍成，我会去找你，等我。江幽雪说完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送走了秦衍成，他就装头疼地趴在桌上，一副惨白无力的样子，让继母放松警惕：“小雪，你要听娘一句话，人要活得人淡如菊，不要跟别人抢，省得误伤自己。”“娘，你说的对，我本来也不想嫁张北城，不过这是父辈的包办婚姻，我不能不从。”现在的江幽雪早已不是原来的她，任人欺负，还存有一颗善良的心。现在的他，因为被继母和郭柔联合算计，被推下上洞的河里，早就香消玉殒了。原主是没了，但从现代穿越来的江幽雪，两人同名同姓，却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。既来之则安之，他现在的首要目的，就是先解决了继母和自己的婚事，再去找秦衍成，就算万事顺利了。而他现在最该做的是找到关于继母和村长相好的证据。江幽雪敲开会计的门，笑盈盈地望着他：“张会计，我想问你借个东西。”“你说。”张会计一直喜欢他，虽然知道他要嫁人，但也没忍住的想要对他好。“我想用一下你的照相机。”“给。”江幽雪接过老式照相机，听完张会计的一番话，才笑着点头：“我这2天用完，就抓紧还给你。你放心，我不能白用你的，会给你报酬的。都是一个村的，没这些事，你想用可以一直用。”张会计依依不舍地送走了他，心里就开始荡漾起来，久久难以平复。如果江幽雪退婚了，那自己就有机会，他心里发誓一定要好好爱她。到晚上，继母认真收拾一番，就匆匆出门了。而江幽雪跟在他身后，不久就来到村长家，来不及关门，两人就抱在一起，难舍难分了。他忙抓拍几张照片，就引入黑夜里，一路小跑的回家。这一夜，继母一夜未归，而江幽雪也不着急，反正他有证据在手，也不怕拿不到那份彩礼。几天后，继母看着桌上的几张照片，吓得脸色一白：“小雪，咱家有谁来过？”她连忙把照片藏起来了。“照片是我的。”江幽雪淡然一笑，又从口袋里拿出几张照片，全都是继母和村长的，别提多暖媚了。
娘，坐下来谈谈呗。好。继母有把柄在他手里，一脸的殷勤，还特意给他倒一杯红糖水。小雪，你这几天来事，喝点热乎的暖暖肚子。娘，你说的人要人淡如菊，不要给别人造成麻烦，那你和村长未免也太嚣张了吧？我爹才走不到2月，你们就卿卿我我，不会是在我爹生病时你们就好在一起了吧？不可能，小雪，我对你爹可是情深意切，而且我可是把你当亲女儿照顾，我让你不跟郭柔抢，是怕你被他打，毕竟这丫头彪悍无理，你们要是动起手来，你不是她的对手，娘也是心疼你。江幽雪点点头。娘，那你就出面帮我退婚，但我爹收的彩礼，你的还给我，这是你欠我的。说完，他拿着几张照片在继母脸前晃一晃。行，娘答应你，那这些照片的底片，你能还给我吗？怕了，怕被村长媳妇找到你，跟你过不去吗？娘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。小雪，你变了。继母一脸狐疑地盯着她，眼前的女孩眼神的坚毅让继母心里胆寒，这还是那个柔弱没有主见的妓女吗？越看越像变一个人似的。或许是变了，毕竟从冰河里被捞上来，脑子受了伤，人变了也很正常吧。听完他的解释，继母无奈地叹口气，小雪，我就想找个依靠，好找个人照顾我们母女，你现在把钱都要走，娘可就没活路了。娘，你有村长的庇佑，在村里没人敢欺负你，而且我只有拿钱才会走，难道你希望我一直在村里待着，让你寝食难安吗？你给我3天时间，我一定把钱给你凑齐。对了，小雪，你爹去世前可给你一个古董盒子，里面装着一些首饰和古玩，那可是江家的传家宝。继母的言外之意，这些东西他是不能带走的。江幽雪淡然一笑，娘，你说的东西我压根没见过，要不你去坟前问我爹，反正你也许久没去看他了。嘿嘿，我八字弱，去不了坟地，那这事就先这样吧。小雪，那我现在给你退婚。行，都听娘的。几天后，江幽雪就拿到钱了，数了2遍，1毛不差。她抿嘴轻笑了，娘，既然婚事退了，我也该走了。小雪，你这要去哪？继母假装不舍地握紧她小手，却被江幽雪躲开了。娘，我现在想去镇上找个厂子打工，等我混好了，就接你去镇上过日子。那感情好。辞别继母，江幽雪就坐车去镇上了。但在走之前，她还给相关部门寄一封匿名信，专门说明村长在媳妇生病住院期间跟村里的寡妇有特殊关系，而且还模糊地说寡妇男人的死可能与村长有关，反正就是往大里说，让村长不得安宁就行了。再办好一切，江幽雪才坐上去镇上的公共汽车，想着先办一件大事，再去找秦衍成。来到一家收古玩的店，江幽雪把几件首饰递给老板，在得到满意的价格后，才把东西卖掉。拿着这笔巨款，就去了一家银行，把钱存好后，就找地方住下来。他想要买几个院子，总要在镇上待一段时间，所以找了还算干净的小旅馆。江幽雪简单的洗漱后，就早早睡了，想着明天一早就去找个中介公司，趁着现在房价还便宜，
把钱拿来投资。忙完这些，已经是1个半月后，江幽雪坐着大巴车就去找秦衍成了。他人刚到村头，就遇到刚从娘家回来的郭柔和张北成，两人瞧着江幽雪一脸疲惫，手里提着大包小包，像极了逃难的，就没忍住的笑了。哟，我听你娘说，你去外面闯世界了，江幽雪，你不嫁给我，估计就没好日子。张北成说完，被一旁的郭柔用胳膊倒一下，咱俩现在是夫妻，你说那话是不是后悔娶我？郭柔仗着自己爹是村长，一直刁蛮任性，就算他爹现在被免职了，家里花不完的钱也够他嚣张的了。听他吃味，张北成温柔朝他一笑，我这不是开个玩笑，再说了，我既然能娶到你，江幽雪就算跪在我面前，我也不会多看她一眼。江幽雪眉头一紧，不悦地撇嘴，喂，你俩还要不要脸？一个抢了我的未婚夫，一个在订婚期间就跟别的女人勾三搭四，你俩已经够让我反胃了，麻烦赶紧让让呗。你没人要的女人，得意什么劲？郭柔还想再骂，就看着由远走近的秦衍成，他是村里的刺头，很少有人敢惹，而且还当过几年兵，敢找他动手就是自讨苦吃。你们在干嘛？专欺负一个女人？说完，秦衍成就站江幽雪身边，高大的身躯给她满满的安全感。你们聊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张北成不想再僵持，拉着郭柔先走了。你扯我干嘛？我就没见过像你这么胆小的男人，不就一个秦衍成，至于这么害怕吗？郭柔指着他鼻子骂，我是以后要竞选村长的，能随便跟人干架？柔柔，咱爸现在不是村长，咱俩要是不低调一点，以后还怎么在村里混？听他一顿数落，郭柔才憨憨一笑，你说的对，以后咱俩低调行事，等到明年开春，你就能当村长了，而我就是村长夫人，谁也不敢再小瞧咱们。柔柔，那你爸给的钱？郭柔一脸警惕的望一眼张北成，等村里选村长的时候，你再算计我那些钱，现在给我安分的种地。郭柔的爸在他结婚前就提醒过他，张北成可不是良善之人，要想拿捏他，必须把钱藏好，不然就容易人财两空。刚到门口，江幽雪就两眼一摸黑，晕倒在他怀里了。因为最近都在忙买房子的事，所以血糖严重偏低，而今早上又着急来见秦衍成，结果一天忘了吃东西，熬到现在才晕倒，已经算是强撑了。你没事吧？江幽雪躺在床上，已经昏睡了3天，这时微睁开美眸，看着一脸焦急的秦衍成，嘴角微微扬起，用手抚上他的俊脸。秦大哥，我说过来找你，总算没有食言。你娘来我家找过你，江幽雪，最近2月，你到底藏哪里了？他担忧地问。江幽雪挤出一丝笑地坐起身，朝他勾勾手。秦衍成低头凑近他，却不想竟被他偷亲一下薄唇，惹得俊脸红到发烫了。秦大哥，我去办了一些琐碎事，现在回来找你，还不算太迟吧？他听得蒙圈了。江幽雪将一个女士手表递给他，你说的，只要我愿意，你就会娶我。秦大哥，我没来晚吧？他言外之意是在问他现在有没有适婚的女朋友。秦衍成刚褪去的红又爬上俊脸了，微顿片刻才说，
我这是老宅子，暂时也没钱盖新房子，我怕你跟着我受苦。以前跟他家一般穷的张北城，自从娶了郭柔，新房子也盖了，整个人都变得桀骜不驯。而江幽雪和张北城的关系让他担忧，他之所以主动要嫁自己，是为了气某人。他可以帮着江幽雪报复张北城，但没必要真的结婚，因为一张纸对女人的伤害可是远超男人的。知道他在顾虑，江幽雪又从袋子里取出一个水晶手链，这是秦衍成亲手编的，原主保留了10年，可见在心底里是有秦衍成的。而他也十分吃秦衍成的颜值，甚至是一眼误终生，才想着不管为了原主还是自己，都想来找秦衍成，就算不能结婚，两人谈个恋爱他也心满意足了。秦大哥，我一直保留你编的手链，现在我已经退掉包办婚姻，选择来投奔你，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？他说到动情时，眼眶都泛红了。小雪，你等我一下。秦衍成转身走进了卧室，再出来时，手里多一个存折和一沓现金，通通交给他。小雪，这是我当兵那会儿存的工资，还有一些零碎钱，现在都交给你了。见他如此真诚，江幽雪笑着握住他的手。秦大哥，既然你也喜欢我，咱俩啥时候去领证？我听你的。江幽雪想了想，择日不如撞日，趁着时间还早，他拉着秦衍成去领结婚证了。忙活一下午，终于办好结婚证。江幽雪拿着烫手的红本本，嘴角一扬：秦大哥，你后悔吗？不后悔。我还没说啥事，你就知道不后悔。他笑着收好结婚证，整个人都神清气爽了。与其听父辈的安排，嫁给不务正业的张北城，而自己选的秦衍成才是最适合当丈夫的男人。我本就是一个孤儿，要不是10年前你从河里救我上来，我估计早就死了。小雪，你给我的是一条命，值得我用一生来报答你。报答？那你跟我领证结婚，只是因为报恩吗？他委屈地问。秦衍成忙摇头，当然不是，我在10年前就喜欢你，但那时秦叔最讨厌我，生怕我拐跑你，只要我去找你，就紧追着赶我走。想不到我去当兵的那几年，你竟被继母如此刻薄的对待。不过现在好了，以后你有我可以依靠，再没人敢欺负你了。说到这里，江幽雪递给他一块玉佩，这是我家祖传的宝贝，以后就是你的了。他在你在，你在他也不能丢。这个玉佩可是被大僧开过光的，保人平安顺遂。秦衍成将玉佩戴好，才又在薄唇亲一下。放心好了，我会拿命护住你的传家宝。跟你开玩笑的，关键时候可以拿它救命，毕竟是身外之物，别太当回事。既然知道秦衍成心里有他，江幽雪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地，看他的眼神也变得更柔了。不得不说，在新时代的时候，江幽雪在电视里见过的流量明星，与他比也不过如此，还不如秦衍成的1/10。他这分明是赚翻了。江幽雪自从在村里住下来，才知道了张北城的新房子就在他们家附近，生怕他在心里憋着坏，不止一次地叮嘱秦衍成要多加小心张北城夫妻俩，一个被窝睡不出2种人，他们都是天生的坏种。小雪，你想我当村长吗？江幽雪没有正面回答，而是笑盈盈地递给他一杯水。
我只是看不惯张北城那趾高气扬的样子，而且我大冬天掉进冰窟里，跟郭柔脱不了干系。他虽然抢走我不要的男人，但我跟他们的梁子算是结死了。他点头，我心里有数了。今天会下雪，你就别跟着我出门，我自己进山打猎就行。还有，别着急做晚饭，我回来会带野味。好，那你路上小心。秦大哥，他想到昨晚的事，瞬间脸红了。看他专注地盯着自己，江幽雪踮起脚尖，在他薄唇亲一下，就想抽身离开，却被秦衍成大手攥住纤腰，低头加深刚才的吻。小雪，在家等我。他脸红的点点头。秦衍成才走不久，张北城夫妻就一起来找江幽雪。郭柔进门就不客气地说：“江幽雪，我爸的事是不是你举报的？我可是听说，在你离开之前去借过张会计的相机。”他也只是猜测，没有实质性的证据。而且江幽雪的继母因为惹事后就跟着一个男人跑到南方去了，至今没有任何消息。江幽雪眉头一紧的笑笑：“郭柔，全国有相机的多了，你咋就认定是我举报的你爸？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而且这是曝光前半月，我就从村里走了，你觉得我哪有时间做这些事？”一连串的反问让郭柔无言也对，只能尴尬的一笑。见郭柔还不想走，江幽雪又开口了：“郭柔，你不来找我，我还想去问你呢。本来张北城是我的未婚夫，你俩啥时候好的？”说完，他又指着张北城：“我们可是父辈的包办婚姻，你对我的背叛，就不怕两边的爹在地下找你麻烦？”一提去世的两个爹，张北城就认怂了。可一旁的郭柔可不想罢休，一脸鄙夷地打量屋里一圈：“江幽雪，你再没人要，也别随便找男人嫁了。就秦衍成这个刺头，在村里那是最穷的人，你还真是饥不择食了。我可是领结婚证的，不像你们俩，到现在为止还没领证上岗。郭柔，我奉劝你一句，女追男隔层山，尤其像张北城这样的渣男，你小心他再被别人撬走。”被他惹恼了，郭柔抬手就要打人，却被江幽雪攥住他手腕，一脸轻笑地说：“郭柔，我已经被你推下河一次，你还想欺负我？张北城，你傻愣着干嘛？给我教训他，这不好吧？”张北城别看5大3粗，其实特别胆小，尤其是在知道秦衍成会散打擒拿，就更不敢招惹他的惹了。秦衍成又不在家，你害怕个啥劲？看我是怎么教训他的。郭柔举起另一只手，还未打在脸上，就被江幽雪抢先给他一巴掌，手重重地落在脸上，再抬起时，小脸已经有5个手指印，十分的刺目。见自己媳妇被打了，张北城也顾不得那么多，走近就要帮忙，却被江幽雪手里多出的小刀吓得后退一步了。“江幽雪，你别太彪悍了，拿刀子捅人可是犯法的。你哪只眼看着我要杀人了？还是在你内心深处盼着我帮你处理掉郭柔？张北城，你不会又偷偷勾搭别的女人了吧？”“张北城，这是真的吗？”郭柔抢来的张北城就最怕别人用这一招再抢走他，所以江幽雪不过是随口说说，就让他彻底破防了。“我哪敢啊，你少听他挑拨离间。”张北城看准了江幽雪不敢动刀子，上手就要打人，
一是为了教训，二是为了让他闭嘴。眼看就要得手了，秦衍成及时走进小院了，厉声说：“张北城，你长能耐了，竟敢来家里欺负我媳妇！”我还不等他反驳，秦衍成就抬手一个过肩摔，将张北城重重摔在地上，来一个四脚朝天，疼得龇牙咧嘴了。而被刀子抵住脖子的郭柔这时更怕了，颤巍巍地说：“秦衍成，你赶紧管管你媳妇，都要杀人了。我媳妇这算是正当防卫，谁让你们来我家里闹事，还特意趁着我不在家时，以2对1的欺负我家小雪。”说完这些，秦衍成温柔地看着江幽雪：“媳妇，你想干嘛就干嘛，不用拘着，大不了人死了，我替你抵命。”听了他宠溺自己的话，江幽雪抿嘴一笑，眼神一冷地望向了郭柔，吓得他瑟瑟发抖了。“江幽雪，我求你了，把刀子放下好吗？还敢瞧不起我男人吗？”“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”江幽雪见他脸色煞白，猛地一把推开了郭柔：“赶紧走，别再让我看了碍眼。”郭柔忙扶起自己男人，两人狼狈地离开小院了。秦衍成关好门，才温声问：“你没事吧？”他还仔细地打量他一圈，并未发现异常，才长吁一口气，眼里尽是对江幽雪的关心。“幸亏你给我一把水果刀，不然今天就真让他们给欺负了。秦大哥，你进山的路上还算顺利吗？”秦衍成点头，还把院子里的麻袋打开，里面有3只兔子，还有2只野鸡，算得上收获颇丰了。今冬还没下雪，能进山打着不少野味，等到下大雪了，估计就只能窝家里。他说到最后叹口气：“那怕啥，我们地窖还有不少地瓜和白菜，土豆和不少的干货，够我们吃一冬天了。秦大哥，跟着你真好，这辈子不愁吃穿了。”他满足的一笑，天真烂漫的笑，让秦衍成脸颊一烫。“我或许没大本事，但管你衣食无忧，我还是有把握的。小雪，等明年开春，我就想进城打工，这样总比种地打猎挣得多。再攒上几年钱，咱家也能盖新房了。”他对未来1年期待，看向江幽雪的眼神也变得更温情了。自从娶媳妇后，秦衍成就觉得自己总算是有家了，生活也有奔头，而因此他也更爱江幽雪了。“秦大哥，你做饭好吃，不如进城学个炒菜的手艺，等以后咱们有本钱，也能开个小餐馆，自己当老板，那该多美。”江幽雪在镇上买了2个门头房，一大一小，正好可以开2个店，一家餐馆，另一个他想开服装店，夫妻2个忙个的，一定能把日子过红火了。“那我今冬天多进山打野味，明年就能开店了。小雪，你就是聪明，主意也正，我跟着你一定能成。”秦衍成说到最后，深邃眼里尽是柔情，想要吻她，却被江幽雪主动吻上薄唇。“秦大哥，我相信只要跟着你，我总能成为老板娘。”一个女人的厉害之处，就是不断鼓励自己丈夫，让他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。因为秦衍成未雨绸缪，在下雪前存够吃的，所以这个漫长的冷冬，在他们家异常的温暖和温馨。而郭柔因为老爸给的嫁妆，这个冬天也算过得富裕。不过张北城除了长得帅气，本人是一无是处，所以除了夜里能做点事，其余时间都是被郭柔嫌弃，
让他整日愤愤不平，渐渐迷上赌钱玩牌，将自己手头的那点钱都给花完了，还偷偷在外面借了一大笔债。等到郭柔发现时，就是被追债的堵在门口。那天正是腊月28，为了过一个安稳的年，他只能拿钱还债。两人也因此大吵一架，张北成气得摔门走了，而郭柔坐在床头哭了一整天，心里对这个抢来的丈夫渐渐失望了。但这条路是自己选的，她就是跪着也要把路走完，想着来年就能选村长，只要张北成当选了，自己这后半辈子的富裕生活也就算稳妥了。想到这里，他心里的郁闷竟也渐渐消气了。人总是这样，在自己的自我安慰里越陷越深，直到坠入万丈深渊。婚后的第一个除夕夜，江幽雪一杯白酒下肚，才笑盈盈地望向秦衍成：“秦大哥，我想求你一件事。”“我都听你的。”他温柔摸一下他的小脸，眼神里尽是宠溺。“开春就要选村长，我不想张北成太得意了。”“我懂了，只要不是他当村长，别人都行，对吧？”江幽雪点点头。“这事说完了，我再敬你一杯。你少喝一点，就是不喝酒，我也都听你的。”听他话里的宠溺，江幽雪脸颊一红：“秦大哥，我自作主张，把存的1多半山货卖掉，还有你给我的工资，所有钱都在这张存单上了。但这钱要等你学成了本事，才能给你开餐馆，所以现在还的我保管着，你不会有意见吧？”他笑着问。秦衍成借着几分醉意，凑近吻一下雪白额头：“咱家的事，不管大小，都归你来管，而我也只听你的，你就可以有自己的主见，做自己喜欢的事。”这份温情的话让江幽雪感动得眼眶微红，捧住他的俊脸，凑近吻上薄唇。才过喝了一杯酒，他竟醉了。开春的时候，村里正式开始选村长了。张北成拿着郭柔给的钱，一家一户的拉拢人，还天天请他们吃饭。本以为胜券在握，谁料到了公布选票的那一天，竟然还是发生意外了。原来有人举报，他年前烧了张虎家的柴火垛，还趁天色黑轻薄李婶家的小女儿，更是因为私人恩怨，把许大年家的鱼塘给撒了毒药，让一池的鱼苗都给毒死了。就他做的这些事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让张北成一时间百口莫辩，只能认栽，放弃竞选村长了。而最终获选的人竟不是秦衍成，而是他的三叔，在村里也是德高望重且有能力的人，所以由他当这届的村长，所有人心服口服。还不等所有人散去，郭柔就扯着张北成的耳朵，气鼓鼓地回家了。刚关了门，他就抬手给了张北成一巴掌：“你拿着我的钱，花天酒地也就算了，还给我惹了这么多篓子。张北成，我以前是瞎了眼，才看上你这样的街溜子，半点能力没有，还竟给我惹是生非。要不是咱俩办婚礼了，我真想一脚踹了你。”张北成被他激怒，抬腿给他一脚，就将郭柔踹在地上，疼得他小脸煞白，紧接着就看到他腿边流出鲜血，这是直接被踹流产了。剑打中了，张北成忙弯腰抱起郭柔，一脸自责地说：“小柔，是我猪油蒙心了，我现在就送你去医院。”经这么一闹，一个4月大的男婴就这么没了。郭柔在家里躺了1个多月，连家门都没敢出，整个人都心力憔悴了。
这就是她死心塌地要嫁的男人。果然爹说的没错，女人要是主动了，受伤的就只会是女人。此刻她都有些羡慕江幽雪了，男人有没有本事不重要，能够守着你护着你，这就足够了。而郭柔还是没看准，秦衍成在半月前就收拾东西去了城里，找一个手艺好的师傅学习炒菜的技巧，时刻准备着以后开餐馆。可不是像他想的，只是做一个靠着女人的男人，一事无成。半年后，郭柔先后流产了2次。今天阳光明媚，照在人身上暖洋洋的。郭柔挺着怀孕2月的肚子，正在村里找张北成，就看到一个人影从江幽雪家里闪出来，让他心里更确定张北成的情人就是江幽雪。趁着晌午的时候，他去找江幽雪了。推门进来，就看到干净整洁的院子，里面晒着都是新衣服，让郭柔心里更确定自己的猜测。江幽雪，你出来。咋了？江幽雪望一眼他，没好气地走近，却不想郭柔竟抬手要打人，他只是侧身躲开。郭柔，我知道你怀孕了，坐不住胎，你可别想赖我，咱俩就站远点说话。郭柔气鼓鼓地瞪他一眼。江幽雪，我是抢走的你的未婚夫，但也有你继母的注意，是她说的，你是一个人淡如菊的女人，从来不跟人争抢，只要是我喜欢的男人，你一定会让给我，我可没说瞎话。江幽雪一听挨千刀的继母，心里就有些堵，幸好在刚来时就已经收拾了继母，不然还不知要惹多大的祸。果然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。继母一生依附男人，不管到何时都要放弃自己或身边人的利益。听说现在的她又嫁给一个60多岁的男人，经常遭到家暴，日子过得更惨了。你到底有事吗？江幽雪不耐烦地问。郭柔深吸一口气，才又说，我知道你家男人经常不在家，是去城里打工了吧？这跟你有关系吗？江幽雪，我们都是倒贴的女人，谁也不比谁高尚，同样的离不开男人。今天我来找你，是要警告你一句，别想着抢张北成，他不是你养得起的男人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抢张北成？如果真是这样，当初我就不会退婚。郭柔，你以为好的男人，我根本瞧不上，要没别的事，你赶紧走吧。江幽雪开门赶人，郭柔脚底一滑，自己摔倒在地了，疼得她脸色煞白。正巧张北成从刘寡妇家出来，望见这一幕，匆匆地跑过来，弯腰抱起她，凶神恶煞地盯着江幽雪，你竟敢推我媳妇，看我不收拾你！你从刘寡妇家里出来，哪里瞅见是我推的她？张北成，你少混淆视听！还有，你媳妇肚子疼，还不赶紧送她去医院？你等我回来再收拾你！医院的病房，郭柔从手术室推出来，就一直闷不作声，直到张北成要走，才扯住他的衣角。你跟刘寡妇好？没有，你别听江幽雪瞎说，她就是为了推卸责任，故意的往别人身上引火。小柔，你先好好休息，我回家给你拿换洗衣服，再给你炖点鸡汤。张北成，坐下来谈谈。见他冷漠的样子，张北成也不敢再刺激他，只能乖乖坐下了。郭柔轻蔑的一笑，张北成，我一直挺喜欢你，甚至在没结婚前对你疯一般的痴迷，
可是在结婚的这半年里，我竟对你失望透顶。小柔，我知道你一时气坏了，只要你好好养身子，咱们总会有孩子的。他温柔地想要摸她的小脸，竟被郭柔躲开。张北城，我爹在城里见到秦衍成，他现在意气风发，很努力又上进，而你除了吃喝玩乐，就是找我要钱。我爹给的那点嫁妆也被你都偷干净了。没钱了？他狐疑地问。郭柔无奈地点头。可我记得爹曾经给我透过底，你家在10年前就是万元户了。不如他欲言又止了。我是独生女，但也不会一直啃老。张北城，我估计生不了孩子，你以后有啥打算？郭柔真的羡慕江幽雪了，即便被抢走未婚夫，一样能找到优秀的男人，而且还十分心疼女人。这样的丈夫，她这辈子是不会有了。张北城敷衍的在她脸颊亲一下，才说：小柔，我娶的是你这个人，不论有没有孩子，我都爱你。那个刘寡妇怀了我孩子，你要是愿意的话，我们可以等她生了，把孩子抱过来养大，养母大过生母，你说呢？好啊。郭柔温柔地抚摸她的俊脸，一脸痴痴的又说：张北城，只要他能生个儿子，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张北城喜滋滋地离开了，而他并不知道郭柔说这话不过是在哄他开心，等到自己身体好些，再去找他们理论，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，绝不让渣男渣女好过了。深夜时，江幽雪依偎在秦衍成怀里，用指尖轻柔地划过他的鼻尖，笑盈盈地说：秦大哥，家里的事我都处理差不多了，打算这一次跟你一起回城里，你开餐馆，我开一家服装店，咱俩各忙各的，各自成就一番事业。秦衍成先是吻一下他，才一脸担忧地说：小雪，我只怕哪天你成功了，成为一个女强人，还会愿意嫁我吗？江幽雪捧住他的俊脸，凑近吻一下，才笑着说：你想啥呢？我成功了就要休夫，这是有啥关联？秦衍成，不过你有危机感也挺好，至少懂得疼我爱我，省得跟张北城似的，整天花天酒地，还跟一个寡妇纠缠不清。郭柔被他气得都流产好几次，估计这辈子再难有孩子了。她虽然不喜欢郭柔，但都作为女人，听到这样的事情也会有些感同身受吧。秦衍成将她拽进怀里，深情的热吻过后，才一脸宠溺的摆弄她额前的碎发。小雪，我在城里学手艺这半年，每周都抽空回来看你，就算是师傅店里忙的时候，我也是每天抽时间给你写信。就我这态度，还不够说明足够爱你吗？小雪，你别一竿子打死一船的男人，人跟人不同，男人跟男人也大不相同。隔天一早，秦衍成就带着江幽雪两人一同进城了。这一次离开，他们没有告诉任何人，只想等着荣归故里的那一天。进城后，最大问题就是先找一个住的地方。秦衍成正犯愁，就被江幽雪凑近耳边：我带你回咱们家。他一脸狐疑，但还是跟着他乖乖拐进一个小院，开锁进门，里面杂草丛生，但是院子看着很新，4间瓦房也是气派得很，让秦衍成越发狐疑了。小雪，这房子不会是你买的吧？他笑着点头，一直没告诉你，在去你家找你之前，我来镇上待了2月，
买了2套房子和2个门头房，其中一个房子还是沿街的，以后可以租出去开旅店。秦大哥，我一直瞒着你，你不会怪我吧？这些都是你的，本来就不该告诉我。小雪，以后我挣钱了，也希望你可以大方的花，那我才开心呢。秦衍成凑近唇边，轻柔地印上一吻，惹得江幽雪脸颊微红了。秦大哥，等明天我带你去参观你的餐馆，只要装修一下就能开门营业了。那你的服装店呢？江幽雪笑着摇头，我只想先帮着你开业，就忽略了自己的事。等你的餐馆正常营业，我再忙自己的店。秦衍成温柔地用指尖轻点他的鼻尖，宠溺的一笑。那我能提个小要求吗？你说。把餐馆的营业执照写成你的名字，在咱家我不需要有钱，有你就够了。人要懂得惜福，知足。江幽雪踮起脚尖，在他薄唇亲一下，才一脸感动地抱住他窄腰。秦大哥，年少时遇到的人，果然才是最好的。难怪原主在伤心绝望时，最先想到的是秦衍成。这样稳重优秀的男人，没哪个女人会不爱吧？而且在原主消散时，曾跟江幽雪说过，可以一无所有，但又秦衍成就足够富足了。3年后，秦衍成的餐馆已经开得风风火火，而他也从挣得钱里头拿出30%去郊区买了一块地，准备自己盖个度假酒店。在外人眼中，现在的他已经是成功人士，多的是漂亮女人想着靠近他，却被秦衍成都一一骂走，理由如出一辙，他的一切是媳妇给的，除了媳妇，他谁也不爱。一到下班点，秦衍成就把餐馆交给经理，而他则去附近的菜市场买菜做饭，再颠颠地跑去给江幽雪送饭。这样的事已经做了3年，也让周围的人羡慕了3年。江幽雪刚被他投喂一个馒头，才笑着说：秦大哥，你猜我今天看到谁了？是谁？他说完，又给江幽雪包好了虾，一举一动都是宠溺。我见到郭柔了，听他说了许多，我突然有些感谢他了。若不是他以身犯险，现在受这些磨难，嫁给渣男的人就该是我了，想想都觉得恐怖。秦衍成赞同的点头，我也该感谢张北城，若不是他花心又爱钱，就不会把这么好的女人留给我。小雪，有你我很知足。江幽雪将一个馒头也塞给他，那就好好吃饭，别总看我一个人吃。秦衍成，我听李会计说，你把开的餐馆分店也都转我名下了，你这么宠我，就不怕我哪天抛弃你？你会变得很可怜。秦衍成淡定的一笑，你在抛弃我之前，请先通知我一声，我好重新追求你。你还真是爱耍赖。江幽雪轻敲一下他额头，两人正腻歪时，一个女人带着2个孩子走进了服装店。有人在吗？女人声音嘶哑，透着几分疲惫，就连穿衣打扮也是十分的朴素，准确地说应该是土气，但她身边的2个孩子却是干干净净，十分的惹人喜爱。想买衣服，进来看看吧。江幽雪热情地招呼女人，而一旁的秦衍成眼神犀利地盯着女人，而女人并未害怕，而是笑着把儿女推到前面，娇娇、龙龙，这是你爹，赶快喊人呢。爹2个孩子异口同声地喊。
这一声爹，震惊屋里的所有人，就连一旁的邻居张婶，在看到这阵势后，也识趣的先溜走了。毕竟是家务事，他在才更尴尬。江幽雪关了店门，再回来时，就看到秦衍成和女人在偷偷嘀咕着，见他走近，忙闭嘴了。说说吧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女人抽泣地开口，我是秦衍成战友的媳妇，我男人当年为了救他而被河水冲走，他在坟前答应过我家男人，一定会照顾我们孤儿寡母，现在竟想反悔，我猜是你心里不愿意吧？我吗？江幽雪一脸的懵了。对呀，3年前他1月寄一次钱，年底总会来家里看看我们，在他跟你结婚后，就1年寄一次钱，3年也就回家了一次，现在更是过分，不仅不给钱，连面也见不到，现在我俩孩子上学要用钱，是不是你逼着他不管我们的？女人哭泣的眼里尽是埋怨和恨意，让江幽雪委屈的叹口气。秦大哥，这事我丝毫不知情，但既然现在被人找上门来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秦衍成微顿一下，才说3年前我去找过朱大姐一次，给她一大笔钱，让她安心过日子，如果有任何困难，我都可以再帮她，但她说的要我娶她这事，我当即就拒绝了。原来眼前女人姓朱，江幽雪了解事情始末后，淡笑地望着她，朱大姐，我知道秦衍成欠你一辈子，但你男人救他，可不是为了让他日后娶你吧？更何况我跟他已经是夫妻，你要是不嫌弃，就当我们的大姐，而你的一双儿女，我们一起帮你养大，你觉得行吗？你不嫌弃我是农村人，还是一个带孩子的寡妇，不吉利又累赘。朱大姐一想到自己的苦命，就开始哭起来。江幽雪温柔地轻拍她后背，朱大姐，你的苦我能理解，但你才30岁出头，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不应该总活在悲伤里，多笑笑人才会更美。我美吗？朱大姐被他逗笑了。江幽雪笑着点头，你要是不美，咋生出这么美的儿女？朱大姐，我在附近还有一处院子，你要是不嫌弃小，就搬过去住下，这样一来，你的孩子也能在镇上读书，而我们也能时常照顾你。妹子，是朱大姐小心眼了，以为秦衍成结婚后就要抛下我们，而你们夫妻俩真是我见过最好的人。安顿好了朱大姐，江幽雪和秦衍成才从小院离开了。这时天空下起了鹅毛大雪，一滴雪花正好粘在她睫毛上，美得令人心颤。秦衍成动情地低头吻上唇角，小雪，我是上辈子做了多少善事，才在今生娶到你，有你真好。江幽雪笑着勾一下他的鼻尖，秦大哥，你难道忘了年少的时候我救过你一命，而在3年前你也救过我一次，咱俩的情谊可是理不清的，而且我们现在又多了一个见证人，你想逃也来不及了。时间仿佛停滞了许久，秦衍成才温柔地抱住她纤腰，凑在耳边低语地问，小雪，你怀孕了？已经怀孕3个月，中医给我把过脉，说是一对双胞胎。秦衍成温情地将她抱在怀里，从此以后就会有3个人同时爱你了，而我只会比他俩更爱你。你跟孩子们也要比吗？秦衍成，你就不能大度一点，爱他们也像爱我一般，毕竟他们才是你的亲生骨肉。秦衍成苦笑摇头，
可我只想爱你。全剧终。